往，痛快嚎啕了一场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生活过成了这样，不咸不淡的日子将就过了上半场。是谁养了一把傻子啊？我没哭，只是被迷了眼眶。别松手啊，我最好的傻瓜，你哪儿都不差，我没说谎话，你很好很好啊。最该被温柔对待的人是你自己啊。遥远的太阳在你身后头顶上啊。小黑子，你也算继承你那些于兄于姐的遗产了哈。回头让你这后妈再给你弄个童养媳，哎，小日子过起来。你家闺女现在还养鱼吗？养，最近迷上打乒乓球了，我估计明年就该迷钓鱼了。这都什么老年人爱好？哎呀，哎，我那儿还有半筐打印纸呢，反正我也带不走，怎么样？都给你搬过来。别去小孩，认真的。我要养家糊口。哎呀，你工作是为了理想，我也有理想啊。我现在最大的目标，那就是把我闺女培养成人，一个成功的人。哎呀，我今天早上吧，本来是要做那个乳房重建的手术，结果你知道发生一什么事儿？我被人跑了啊！那小姑娘啊，紧张了吧？他妈也以为是紧张，但其实是压根儿她就不想做那手术。他妈对这孩子心太重了，恨不能把他后半生都给安排了。而且他没有自己的生活，一心都扑在这孩子身上。孩子吧，反正心里也是感激的。但问题是，他根本就不喜欢他妈妈给他安排那一切。你说这妈冤不冤？小孩现在还小，当然不理解当妈的心思了。哎呀，再过2年，他就该知道我们这些当妈妈的都是为他们好。或许。哎，你知道这孩子跟我提了个什么要求？他让我给他妈妈做这手术。他说他妈妈才是真正需要这个手术的人。你看这孩子多有主见啊！哎，反正养孩子事儿我也不太懂，没什么发言权。我就是单纯的舍不得你走，别走了，你陪我说说话多好啊！天，你个假惺惺的呀！我多真挚，你看我的眼神。听懂了，我还有手术呢，我是有事业的人。你事业不是当虎妈吗？孟主任，一个不留，都推了。孟主任，你也太潇洒了吧，都不做了？谁说不做了？我过完年还回来呢，让你们一说把工作给说没了。哎呀，乔大专家，孟大主任这么早就下班溜号了，考勤给他记上了。谁溜号了？我请假，哎，放假半个月陪闺女看球去。老了，走哪儿去啊？你不是不舍得我走？这样。我跟我闺女聊了一会儿天儿，别看我天天跟我闺女黏到一块儿，我还真不了解她，迅速的就长成大姑娘了，这得好好陪着。有想法，小孩都这样。我侄女2年前还小贴贴呢，今年再见，独立女性，可不是吗？你说，之前一直就说妈妈是我的好闺蜜，妈妈是我的知心大姐姐。哎呀，有什么事我第一时间肯定跟妈妈说。这才几年啊，现在就天天的跟我分庭抗礼，天天斗智斗勇。哎呀，昨天一聊呀，我也想明白了，我也就不是那个虎妈的料。我干嘛呀？成天上学放学接呀送呀，整个周末节假日无缝链接。他累
我也累呀。啊，你终于认清自我了。索性放大假，他开心，我也开心，一块儿睡到自然醒，是吧？鼓掌，为你欢呼。你怎么着啊？听说你这过年都不打算休息啊？干嘛那么拼？我孤家寡人呢，我上哪待的不是待着呀？哇，看完春晚也就剩上街看人了，还不如在这儿。哎，我这儿有着急的，外地来的，要不你接了？行啊，这样的给我来一袋。哎呀，听见没有？全都转到乔大专家名下。哼，您那你充实了，你不用谢我。还真是不客气啊！我还以为你约了你师傅杜俊呢。我是来找您的。找我？骄爱的 HR 一直在联系我。对，我们确实一直在招人，谈怎么样呀？我觉得你们的 HR 好像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。怎么说？您看看，年资薪酬分成比例和教爱系统很吻合呀。您是行业的前辈，见过的医生肯定是比我多。咱们这行虽然都叫主治，年资也差不多，但做过100台手术的和做过300台手术的，那实力可就差太多了。是，我记得你以前双眼皮做的特别好。我们院也有几个眼整形专家，回头我给你们介绍认识，你们年龄都差不多，你们未来交流交流。双眼皮嘛，当然了，这是最基础的了。我现在主要在做一些面部年轻化，像拉皮啊、皮瓣也做一些。最近刚刚深度参与了一例乳房重建，这是我的一些手术案例，你可以看看。这都是你独立完成的？是我主刀。可以呀，乔阳还挺培养你。有能力就会有机会，医生是很现实的。你就算是吹牛吹破了天，手不行，再牛的师傅也带不了。乔阳给你这么多机会，你还走呀？您在革木呼风唤雨，不也走了吗？我们这个行业竞争太激烈了，每天都是腥风血雨的，革木太保守了。我是一个想要往前冲的人。年轻人有自信，敢闯，我很欣赏。说说吧，你有什么条件？师傅，我有件事情要跟您说。啥大事还能比吃饭重要？我要辞职了。主任，您现在方便吗？方便方便，你来吧，进来。关于合同的事儿，我们想好了。太好了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。那行，现在就能签。我们要辞职。师傅，我要辞职了。这件事情其实我想了挺久的了。自从您来了革木，成了我的师傅，说实话，我反而越来越迷茫了。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得到您的认可。我努力了，我非常的努力，
后来这个目标好像也实现了，您给了我很多很多很多的机会，所以我就设想，我就继续这样子努力下去，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医生，心里面就装满了患者、医学，为他们倾注自己所有的力量。但我发现我骗不了自己，我总是觉得自己心里面不满足，即使我成为了这样的医生，我觉得那也不是我。师傅，你是一个好医生，我尊敬你，但我不想变成你。你在这儿啊？魏小溪要走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他太离谱了，自己要走就算了，还怂恿别人一块儿，有没有良心啊？你还好意思怪别人？人家医生愿意在这个时候留在医院跟你共度难关，已经够仗义的了。他倒好啊，一会儿让人签卖身契，一会儿扣人奖金，你花样百出，人家能没别的想法？4个医生呢，要结伴去郊外，就规模赶上杜局那会儿。还不因为你那破合同啊？我看着都眼晕，好几大页纸的公式绕来绕去的，知道那是合同，不知道以为你出奥数题呢。是，楚老师，你评评理啊！每次跟他讲出来就跟我抬杠，每次都是告状，你真有出息。真好吃，今天这个鱼确实很好吃，我得再打一份。你们2个要不要来一份？不吃。看什么看？我说错了吗？就像一台好手术，医生的每一个动作都应该是简洁的、准确的。你说你捣鼓那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？就不能换个思路吗？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关我屁事！所以你的方法是想让医生入股，对吧？是啊，大家都不肯签合同，是因为谁都不想失去主动权。那一个医生要走，违约金再高也留不住。你看当初我刚来格木的时候，我也充满质疑，现在好了，我都开始主动劝你了。你现在是对格木有归属感了，我说这里面肯定也有我一份功劳，是吧？那你2份吧，今儿早餐我请，有诚意吧？员工合伙人，真是乔洋想的。是啊，我想乔洋这脑子切开啊，应该没有理财的区域啊。不过他这么灵光乍现的一想，我都没想到。想法还真挺好，但实施起来有点困难。你像分红怎么分？我跟你说啊，大家永远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，这份额分配，我担心又会有矛盾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我们拿出一部分的股权份额，让他们初次入股，我们设一个上限，资金多的呢就可以多出一些，这样可以取代违约金，又可以让这些医生无后顾之忧，我们还可以缓解一些我们的资金问题。奖励肯定是比惩罚管用，养过小孩都知道这道理。管理员工呢也差不多这意思。牛奶喝吗？啊，喝这么多啊？早上没手术啊？我这儿就一场大手术，就是给你洗脑。你只要签了约，女大夫们肯定也就签。女大夫们签了，男大夫就没跑了。我聪明吧？你对我这个评价还是挺客观的哦。事实如此。别犹豫了，陆大夫啊，签吧，先到先得。哎，来，我来。你签我就签。你也太狡猾了吧？行，我现在就签。这些你买单啊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哎。
你敢信爸爸穿花衬衫了？刚买的时候他把我大骂了一通，说这花里胡哨的衣服他才不会穿呢。现在他比谁都高兴。这鸡太香了。哪家买的？你给我个链接。不是我买的，就我们之前那个保洁李娟，李姐送我的，他们家特产。凭什么不送我呀？我也没得罪他吧？不是，他找我说他脸大，想做下颌角。李姐都50多岁了吧？那做不了。是啊，是做不了，爱漂亮。后来叫老总帮他去了一下黄褐斑。不是2天没见到他人吗？儿子带他去旅游了。我看他发的那个朋友圈，你看，这王姐什么王姐、李姐，难怪人家不送你吃。这穿也太性感了，是我都认不出来了。你说他吧，活得挺通透的，别人都说要为自己而活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怎么为自己活。就像你说的，离开了说明书，就不知道怎么过了。我看你好像不是这样的人啊。不知道，我生下来7斤4两，可能有7斤都是反骨吧。讲到反骨，我就想到那时候刚开学，有一个病人，楚老师已经下了医嘱了，但是你不同意，你说有更好的方案，具体那什么病我不记得了，反正你就追着楚老师在那边辩论，你辩论那个样子啊，我到现在都没办法忘记。有这事儿吗？哼，那估计当时你肯定以为我是个自以为是的人吧？不，我是嫉妒你，因为你不是不在乎，你是根本没有想到你顶撞老师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或者以你的经验挑战权威会不会惹麻烦，你就这么自然而然做了，就像是你这辈子没有受过什么欺负啊。这事儿我真是一点儿也想不起来。那我那方案到底做的对不对？当然不对，那时候楚老师带着大家还要演练一遍方案，哇，漏洞百出，一塌糊涂啊，太丢人。不丢人，你心无杂念，或许这就是你的天赋吧。我可能是遗传吧，随了我妈了。随你妈？我没跟你说过吗？4、5岁的时候，我爸我妈关系就很糟糕，隔3差5就吵架，吵得我直害怕，吵到最后都是我爸摔门而去。你猜我妈会带着我干嘛？干嘛？弹钢琴。弹钢琴？是我没想到，你还会弹钢琴？哎，医生就不能多才多艺。可以可以，我还是很佩服我妈的。甭管一开始她是在哭还是在愤怒，谈到最后都是以我们大笑收尾。后来我就想，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心里那架钢琴，甭管遇到天大的事儿，只要你能坐下来，专注的弹琴，再大事儿都是屁事。所以，医学就是你的钢琴。算吧。挺好的。你的呢？隔膜。我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差一点没有隔膜了。为啥？17年的时候，我在慕尼黑拿到了普拉扎的资格，也就是专科医生。我是可以留在慕尼黑开诊所，地方也找了，挺漂亮的。从窗户看出去，可以看到伊萨尔河。但临签约的那几天，我怎么样都睡不着。我就跟老秦说：“我们回国吧。这个行业太年轻又太不成熟，我留下来顶多是个专科医生。但是回到这里，值得做的事情更多。
想现在能够再遇见你。孽缘，金孽缘。你知道今年第一个给我发新年祝福的人是谁？谁啊？患者陈大宝。你说做搜售那个陈大宝啊？他怎么样？找到工作了，说是跟自己的一师兄在学做什么工程监理。哦。还有那个郝鑫，跟自己的好朋友合开了一家新的这个舞蹈培训室，说干得如火如荼的，挺好的。你那学霸呢？刘淼啊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那个就诊小程序更新了？很难不发现。连那破程序跟人工智障一样，所有的信息都对不上。他给更新的。对啊，随手优化一下，厉害了吧？人家才大一呢。我就跟他提说，那能不能把我们网站变成元宵节的礼物？人家直接给我那个支付宝的账号就来了，真是服了。你看到了吧？这世上不是只有你会占便宜。现在看啊，每到新年啊，接到这些患者的新年祝福，真的觉得挺幸福的。又开始抒情，受不了你。哎，桃子你还记得吧？啊，记得。说是跟那个丁志克领证儿。我也领证了。啊？我离婚了。那你哭了吗？没有，我们俩挺好的。反正我当时哭得很大声。不像你啊。那么多烟花，明天该雾霾了吧？但是好美啊，像银河一样。我们好渺小。宝宝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刚开始跟你们一样啊，以为格物是很正规的医院，打个玻尿酸都不算什么手术嘛。结果刚打进去，我的眼睛就开始疼，疼得我自己想把我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。现在我的右眼这里看不见了。许小姐，您别激动，眼睛失明，这是挺大，这算医疗事故了吧？说好吧。你能还我眼睛吗？医院的大夫告诉我，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，我的右眼彻底看不见了。这是医院给我开的诊断证明，你们看一下，我是靠直播吃饭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这确实是，对，是。哎，周主任，就是他给我打的针。周主任，刚才这位女士说您给她打玻尿酸把眼睛给打坏了，是不是真的呀？你们格物这么大医院，怎么这样？咱们今天还做吗？要不算了吧。周继文，你还我眼睛！徐小姐，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，我们真的非常痛心。当然，我知道现在这个时候说任何道歉的话都是无用的。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跟您一起共同来面对。所以，有任何的要求，您可以尽管提。好啊，把我眼睛还我。我是靠直播吃饭的，我的眼睛瞎了，怎么跟我的粉丝交代啊？同仁医院的武教授明天下午有专家号，我替你约好了。他是国内最好的眼科专家。其实医学的事情没有绝对，你如果能够尽早治疗，恢复的几率也就越大。我明天下午会陪你一块去。谢谢你啊。你是想把我另外一只眼睛也弄瞎是吗？你如果不相信我们找的医生，您自己可以找，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的，这个费用我们来负担。
如果真的是因为玻尿酸栓塞引起的失明，那我们是说我讹你是吗？徐小姐，周主任作为医生，他只是心急。我们医院，我们保证我们会对每一位患者负责到底。如果你们真的是一家负责任的医院，我的眼睛就不会瞎。法庭见。乔主任，有时间吗？找地儿坐会儿啊。我还有事儿呢，有什么话在这说呗。哎呀，真是人走茶凉啊，一点情分都没有。在我心里，我可一直把你当朋友。1分钟。说吧。前2天在家怀旧，翻出个东西。你不是什么行李都没留下吗？你怀什么旧啊？身外之物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东西没留好。什么呀？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我可没有多余的好奇心。关于乔慧的，人类一旦离开了好奇心，世界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。在这儿等你，咱们聊一下。没想到吧？我是不是进步神速？上次你带我来之后，我就天天来练，不要把我当出气包了。在学院打针那天下午，你是不是着急要出去离婚？你觉得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我的专业吗？你专业吗？你给乔薇当年打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针剂上面写的玻尿酸，但是它的针头比正常的要粗。你应该知道它是什么吧？这是玻尿酸，你给他们打。奥美定06年就被禁了，多少人因为它毁容，生命受到威胁。你就用它给乔薇打的针。我当年真的不知道。你是医生，你分辨不出来吗？仪器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啊！我一直以为当年只是一场意外，看来是我天真。周静雯，你到底还有多少见不得光的秘密？那个，秦总啊，你是怎么看的呀？很抱歉啊，因为我造成大家麻烦。是，医生是应该如履薄冰，不能找借口。没问题，我离开葛木。但是我唯一的条件，就是现在所有的医务工作，我指定强要帮我接手。
我沉入黑夜，渐痛的重放，用力却抵达荒野的迷惘。但我不做屏风上的鸟，做沙漠，做洪水，做飘飞的烛火。这希冀山洞羽翼，风中呼喊的声音是那样的熟悉，是你吗，亲爱的我自己，是你吗，亲爱的我自己。